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17号，视频来聊一下狗狗币整个长线，我为什么还是在看多，包括它的周线跟它的月线里面的一些指标，以及短线的投资者，你如果要操作这个狗狗币，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，就这一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多方的吞噬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会整理出一个矩形的区间，2个月左右，或者是时间是不是要拉长？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要先看矩形啊？这里面其实很简单，上面有套牢的一个筹码。至于矩形要怎么来整理，包括它的买点或者是低吸的点位到底在哪个位置，等下来跟大家聊。以及比特币目前日线级别里面会不会走出一个双金叉的结构，或者是1个小时跟4个小时的量价形态，包括它的日线现在有一个收敛三角，到底短期会不会做变盘的动作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返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目前的图形，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它这一次跌下来，其实这一根 K 线是很明显，已经是收了一个多方的吞没，但是能不能直接大 V 上去，我估计可能性相对比较小，因为上面目前是有一片套牢筹码，前面在高位的时候跟大家讲不要追，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个奔走型整理。那现在下来的话，受到 FTX 交易所影响，基本上很多币种都是在跌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就这一个半年多的平台，我是比对了2个视频，都已经在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是很强的一个阻力，有可能就是吸筹的区间。因为你再拉长去观察，就是去年的时候，在2021年的3月份，这边也是有一个平台的整理区，是很重要的一片支撑区，你自己拉一条直线过去。为什么前一波在这边跟大家讲，天天是在唱多，狗狗币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啊？主要就是因为21年的3月份，这边也是有很强的一个平台支撑区。那现在的走势，短线的投资者，你如果要操作，我已经讲了一段时间，就是目前只能看区间震荡。你如果真的喜欢短线，高点的时候是不能追，区间的高点是有压力哦。为什么一直在收上影线？很多朋友是说是不是熊猫烧香？不像啊，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在整理区间，不排除有可能还会再压回，就是这几个下影线的低点。那你参考的 K 线就是这一根一半，或者是这几个下影线位置是有支撑，还有一个支撑就是在这2个 K 线的低点。主要就是它在踩前面平台的一个支撑区，短线的日线级别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包括它的一些指标，我感觉还算是健康嘛。你可以看一下狗狗币的 MACD 指标，目前是在零轴上方，零轴上方是在一个多方的强势区。那如果我们看均线，可以观察它还在60MA 主力生命线的上方，所以有可能压回来也还是有买点啊。因为整个长线，我目前狗狗币先看整理到位以后，未来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去挑战这个箱型的一个上沿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周线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周线目前上一次压回的低点，狗狗币它是在周线里面压回这一个20MA 的成本，很多品种基本上其实目前还是在空方排列，但是狗狗币现在的周线它是5MA 在10MA 上发，10MA 在20MA 上发，那就说明下面有接近20周的成本会在这边有可能会在这边继续做买入的动作，就是20周以来的成本，它是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底部的区间突破压回20周的成本。既然线还是在保护，就是短线的一些成本，我的观点是长线的一些资金，你买入之前有买入的话，尽量给我选择还是继续保，因为我看的一个波段不一定要看的这么短，像这种区间我没兴趣啊，尽量看有没有这种类似这种大井喷的走势。可能目前还是需要震荡。至于为什么还是看涨，就是因为周线里面的 KD 的循环结构，周线是在金叉的结构，它并没有死叉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月线，狗狗币的月线，前段时间是有朋友讲狗狗币没有金叉，我不知道它指标是不是有错。我看到一个狗狗币月线的 KD 目前是在金叉的结构，那既然大级别的循环，月线它是在金叉，周线也是在金叉，你要利用日线的级别有死叉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低点的时候，有回撤低点的时候再去找买点啊。那比特币其实这2天是一直在跟大家聊，看会不会变盘啊？
但是变盘的时间其实是很难猜啊，它这边感觉是有一个收敛的三角，而且量能是在缩。那缩量的时候，如果是压回的话是可以接受啊。昨天是收了一根不太好的一根 K 线，但是它其实低点也是有在撑啊，撑前面的这一根螺旋的 K 线的实体，现在还收在这一个影线里面。那我们要观察一下，昨天在跌的时候，它当时有没有恐慌的量能出来？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4个小时里面这边是有一个恐慌的量能，感觉是跌的时候在放量啊，放量，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，就是跌的时候是不是要开始续跌，或者是起跌的一个启动位置，有可能才会放量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，因为日线级别它既然是在收敛三角的一个末端，随时有可能都会做一个方向的选择。那至于要上去吗，还是要下去？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偏向有可能会往上啊。当然也不排除有没有可能是往下变盘。很多人是一直在看空这个比特币，当然我也接受一些空方的观点。我个人的话，思路还是觉得有可能会往上啊。那至于原因，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量能，它这边看到的一个情况是。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放量？为什么要在低档的位置放量？而且目前的价格，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啊，1个小时其实里面的量能是很明显，这边的一根出量的位置，现在价格基本上全部都收回去了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有些恐慌的量呢，卖在这种低位的话，有些人可能是不是在后悔？那至于短期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去看啊？主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日线级别的 KD 指标 ，KD 指标目前是在金叉。但是它的一个区间其实不是在50上方，那我们这一次就要观察一下这个 MACD 指标有没有可能也走出一个金叉的结构，因为这一次也是放了10几个，其实现在金叉可能还早啊。不过如果是真的，就像空方的一些朋友讲，这个位置比特币没有环境，全球都没有这种什么投资的环境，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如果它来到这个位置，金叉穿不过，你下一次要小心。如果是不是走成一个双金叉的结构，有没有可能 MACD 在这个位置又走成一个倒压嘴的结构？其实现在可以看一下啊，最近的事件爆发以后 ，FTX 交易所出现财务危机，然后很多的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的比特币都是在持续的往外流出啊。其实我感觉是好事啊，因为投资者现在也是趋于理性啊，不是天天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每天都是在进进出出，这样子我感觉是浪费手续费啊。你如果是长线的投资者，买入这个比特币，然后转移到自己的钱包或者是冷钱包也好，未来的话，长久以后有可能比特币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的量会越来越小。反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嘛，之前交易所的比特币钱包余额还有200万枚左右，现在只有180多万枚啊，我感觉应该是好事啊。所以比特币整个思路还是一样嘛，短期你就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收敛三角会不会往上突破来一根，但是上去的话，昨天有讲到的几个压力位，就是这一次的 0.382， 你先观察一下嘛，如果来到这一个18000附近，黄金比例的 0.382 有可能也是会是一个压力区啊，就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短期我们先观察吧，到底会不会往上突破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 Money 图。